大家好，可能各位還記憶猶深，2025年5月7日，印巴在克什米爾爆發大規模空戰，印度出動法國陣風、蘇30等約72架戰機空襲，巴基斯坦以中國殲十 -CE 為主力迎戰，巴方殲十 -CE 用霹靂15E導彈擊落印軍6架戰機，其中含3架法國陣風，巴基斯坦自身零戰損。此戰是中國殲十 -CE 首次實戰，凸顯其航電與武器優勢，也一舉改變了南亞空中力量對比。至此，殲十 -CE 一炮走紅，成了全世界的香饽饽。1年之後，就在近日，德國焦點新聞稱，中國戰機殲十 -CE 在模擬演習中9-0完勝歐洲台風戰機。咱們來看看該報道。德國敲響警鐘。中國戰機模擬演習中9-0完勝歐洲台風戰鬥機。中國宣稱殲十 -CE 戰機在9場演習對抗中全部擊敗歐洲台風戰鬥機。目前尚無法確定取勝是否源於技術優勢，德國是否也需對此保持警惕。據南華早報援引中國央視報道，中方表示，2024年的9次對抗演練中，殲十 -CE 次次戰勝歐洲台風戰機。這場模擬對抗直觀展現出該機型與歐洲自研台風戰鬥機實戰交鋒的表現。兩款戰機兩類對抗科目均取勝。中方並未公開此次演習具體信息，多家媒體推測，演習由巴基斯坦與卡塔爾參與。彼時，除中國外，僅有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列裝殲十 -CE。這場對抗也與2024年舉辦的雷霆2空軍聯合軍演特徵相符。巴基斯坦媒體稱，演習包含5場近距離空戰與4場超視距作戰，配合中國殲十 -CE 的巴方戰機，在兩類科目中均擊敗卡塔爾的台風戰機。殲十 -CE 與台風戰機參數對比。兩款戰機技術各有特點，綜合實力優劣暫無定論。先看尺寸，殲十 -CE 機長16.43米，翼展9.75米，而歐洲台風戰機機身稍短，為15.96米，但翼展10.95米。起飛重量，台風戰機最大起飛重量23.5噸，殲十 -CE 僅19.3噸，機身更為輕巧。最後我們看最高航速，台風戰機速度更快，可達2.35倍音速，殲十 -CE 最大速度為1.8倍音速。取勝原因無法單純歸咎技術差距，演習細節披露有限，不能斷定勝利完全來自硬件優勢。飛行員操作水平、機載武器配置也可能是制勝關鍵，因此難以判定這場演習是否足以給裝備台風戰機的德國等西方國家敲響警鐘？若是用最新改進版台風戰機重演模擬對抗，結果或許會截然不同。這裡呢，我補充一句，你用改進版的，那人家巴基斯坦或者是其他國家列裝中國殲十 -CE 的，也可以用改進版呀，對不對？所以文章這麼說也只是自我安慰而已。好的，我們繼續往下。空客近期推出第4批次改進型號，搭載新型雷達，相較老式機械雷達，探測距離更遠，鎖定目標更快更精準。台風戰機未來將逐步退役替換，德國計劃以未來空戰系統 FCAS 全面替代台風戰機。這項德法聯合研發的軍備項目耗資1000億歐元，卻頻頻爆出負面問題。空客高管近期坦言，該戰機系統應對無人機作戰的能力已然落後。好的，報道比較短，接着我們看網民評論。第一條評論：數月前巴印交鋒就看出中方裝備的優勢，其攔截導彈射程遠超西方同類產品，不止台風戰機，所有北約戰機都會在這點上處於劣勢。看跟貼。這麼看來，只要配備性能更強的攔截導彈，就能彌補這一劣勢。多謝分享信息。這個人接過話說：“哈哈，等德國新式攔截導彈正式列裝，
中國屆時又會憑借更先進的攔截系統與新款戰機繼續領先。這個人也跟貼，他說其實也需要能攔截這類導彈的防禦系統，導彈射程提升存在物理上限，還可研發防禦裝置、電子干擾設備、誘騙系統與低溫動力引擎。說到底，各國坦誠相待，遠比無休止投入軍費研發殺傷武器更有意義。再往下，台風戰機已是上一代機型，服役長達23年，落敗也在所難免。看跟貼，中國殲10系戰機問世時間更早，該機型90年代初啟動研發，90年代中期量產，2000年正式列裝空軍，很快也將逐步退役。繼續往下，印巴衝突中就能看出中方戰機具備優勢。那場超視距空戰裡，米格29與陣風戰機接連被擊落，中方機型則毫髮無損。這也是二戰後規模最大的空戰。此戰使用的是霹靂15導彈，中國還列裝了霹靂17，飛行速度、射程都優於歐洲導彈，只有少數美國型號可以與之匹敵。中方各類武器依托神經網絡組網協同，戰機可聯動多座雷達作戰，作戰效能大幅提升。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如今在諸多領域已大幅領先。看跟貼，這種看法並不客觀，勝負關鍵只在於導彈射程，搭載遠程導彈的一方自然更容易取勝。不過這個短板不難彌補。再往下，這場測試參考意義不大，勝出機型本就是主推款，本質帶有外銷宣傳性質。好，看跟貼，德、歐、美各方的測試也都是這般操作。這位網友也跟貼，中方人員並未參與軍事推演。下一則，快訊快訊快訊，汽車行業最新格局，德中對比0:14。這位網友也自嘲地說，最新核電規模對比，德國0座，中國55座。繼續往下，這款機型年代本來就更久遠，拭目以待歐洲換代機型表現，20年後局勢又會更迭。這類對比並無實質意義。再往下，德國如今投入軍費實屬無謂耗費，諸多領域已經難以追趕。下面這位網友的跟帖充滿了黑色幽默，完全是在自嘲。怎麼看？其實也沒必要。德國在是男是女方面、對外道德說教方面、非法移民相關事務方面、激進思潮以及貨運自行車領域都處於全球領先地位。這些方面已經足夠，其餘方面無需再多追求。這位傲慢的德國佬說，我只想知道中國這些設計圖紙又是抄襲誰的？這位網友反唇相譏，他說，我只想知道如何獲取中國的設計圖紙。咱們看跟貼，早就今非昔比了。如今局勢反倒調轉過來，中國不會止步現有技術，研發推進速度極快，和德國截然不同。我們處處受限，還成本高昂。這位網友也反駁道，簡直一派胡言。汽車領域就能看出，德國車企反倒要借鑑中國創新成果，才能保有競爭力。中國多年來早已無需抄襲歐洲與德國的研發製造工藝。下一則，台風戰機初期就已顯現技術落伍，全靠機載計算機維持飛行狀態。這款戰機當初只為彰顯歐洲工業實力才倉促完工，如今中國幾乎在各領域都已實現反超。看跟貼，或許你並不了解，現代戰機普遍採用電傳飛控早已不是新鮮事。F-16戰機上世紀70年代就已應用這項技術。台風戰機的技術潛力並未耗盡，當初因認為暫無需求，暫緩配備矢量推力發動機，如今或許正是補齊這項配置的時機。F-22以及多款蘇式戰機數十年前就已搭載該裝置飛行。順帶提一句，
未來戰機計劃旨在替換狂風戰機，而非颱風戰機。資金投入研發全新2代狂風機型會更為划算。和法國合作很難取得實質成果，德國往往只能負責出資，空談協作毫無用處。也看跟貼，所有現代化軍機均採用不穩定氣動布局，以此提升機動性能。這也必須配備飛行姿態控制系統，持續修正姿態，保障飛機平穩飛行。咱們看下一則。這種實力領先的說法出自中國人之口，我對此的信任度和對俄羅斯一樣低。繼續往下，有人詢問過參與推演的颱風戰機飛行員嗎？相關人員身份理應是公開的。看跟貼，沒人問，不然虛假的測試條件就會曝光，這正是習近平極力想要避免的。再往下。因此，目前無法確定此次演練是否意在向德國等西方國家發出警示。德國繼續安於現狀吧。下一則，咱們這邊辦事效率向來偏低，德國新式戰機研發耗時漫長，屆時中國又會領先一步。這類研發裝備，德國欠缺靈活度與推進速度。再往下。真有人覺得中國會發布抹黑自家產品的報告嗎？實際上，只有德國才會把自己描繪得一無是處。下雨時抱怨，陰天時抱怨，出太陽時抱怨，天熱時抱怨，天冷時也抱怨。前聯邦總統賀佐格據說曾這樣評價德國人：德國人真奇怪，每當隧道盡頭出現一絲光亮時，我們偏偏會去問哪裡能再買一段新隧道裝上的人。下一則，殲10系翼幾乎不會被中國、巴基斯坦、阿塞拜疆用來空襲德國，所以這也算不上針對德國的警示。另外，卡塔爾列裝的是2017年起生產的第3批次颱風戰機，型號標準為8-10版本。繼續往下，每年中國高校向產業輸送多少工程師？物理、數學、化學領域科研人才數量又是多少？歐盟情況截然相反，培養出大量社會科學、政治學、性別研究以及氣候研究方面的人員，理工科人才佔比偏低。對比中國亮相的人形機器人、作戰機器人成果，歐盟及德國相關研發實力差距明顯。中國潛心科研攻關，德國卻常為瑣事爭論不休。德國自詡應對氣候危機，可相關機構數據核算存在偏差，預判的氣候災難並不會如期發生，普通民眾卻無從知曉這些實情。再往下，但凡和海灣國家戰鬥機飛行員一同參訓過的人都清楚，這些王室子弟基本沒法平穩起降戰機，他們不會考核不合格的，只因一旦淘汰，就沒法再向這些石油富豪出售價值數十億歐元的戰機。他們赴德、英等地參訓時，先購置豪宅，安置隨行的家屬，再大肆搶購豪車珠寶，飛行訓練反倒只是消遣。這類飛行員雖裝束齊全，實際作戰能力基本為零。好的，再往下，中國很擅長表面功夫，徒有其表罷了。下一則，任何演習都可以提前安排好勝負結果。好的，我們看最後一條評論。放在德國來看，這篇文章十分可笑，竟是中國文稿在德國獲得聲援支持。當地媒體急需整頓肅清，還存在媒體涉密問題，憲法保衛局理應介入核查，通篇都是左翼政治論調。好的，德國之士點評下，這個德國人好可怕呀，估計是個納粹吧？有什麼任何秘密可言嗎？他竟然說要什麼德國憲法保衛局，也就是類似國安單位介入調查，也太草木皆兵了吧。好的，各位朋友，本期節目就到此結束了。看來呀，歐洲確實在全面掉隊啊，對中國的殲10系翼也毫無還手之力，更別說對中國殲35以及3款中國6代戰機了。可能現在呀，連巴基斯坦空軍都可以把這些昔日列強歐洲摁在地上摩擦。好的，朋友們，你們怎麼看呢？